画是用来表示内心世界的一种手段，人们可以通过笔触、线条、色调来展现内心的悲欢喜乐，也可以用画来传递心中的恐惧与害怕。故而，一幅真正优秀的画作是能够影响人类心情的。所以，在世界民间传说故事中，也流传着这么4幅画。据说看过的人都容易产生消极负面的心理，从而做出过激的举动。这4幅画也被好事网友调侃成世界4大禁画，其中迪奥的世界、耶稣画像以及哭泣男孩，老烟斗很早就讲过了。感兴趣的小伙伴不妨关注我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老烟斗，回复禁画获取相关视频解说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我们今天主要来讲一讲最后一幅带有怪谈色彩的禁画——雨中女郎的传说故事。它诞生于乌克兰美女画家斯维特兰娜·杰列茨之手。根据杰列茨回忆，他决定开始创作这幅画的日期是在2006年的一个冬夜。当时，独居在维尼察市的杰列茨正沉浸在美梦之中，突然，他感觉到有人在不停地呼唤他：“起来吧，年轻的姑娘，有幅普通人无法完成的魔画需要你来完成。”随后，他发现自己竟正坐在干净的画布前，并且眼前清晰地浮现出了一个女人的轮廓以及相关色调。更诡异的是，他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挥笔作画，直至雄鸡报晓时才停止。这种奇怪的现象足足维持了1个月的时间。1个月后，这幅名为《雨中女郎》的肖像画终于诞生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幅作品主要内容为一个站在雨中戴着黑色宽檐帽的黑衣女士，她的面容细长，眼睑低垂，一眼看仿佛是闭着眼睛，但是只要多看几次，就会发现这个女子实际上是半合双眸注视着你罢了。而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这个女子的脖子周围云山雾绕，乍一看似乎被人从中截为2段。画面上眼皮处由于颜料比较厚，白天看起来正常，到了晚上光线到达一定角度时，颜料会投下阴影，感觉睁开了眼睛一样。尽管这幅画作画面色调阴郁深沉，但是却在展出之后备受欢迎，很快就被售出了。然而令杰列茨始料不及的是，这幅雨中女郎却3次售出，3次被退，并且凡是接触过的人无一不神经混乱甚至疯癫，可以说是离奇至极。雨中就用15万格里夫纳约人民币12万4800元买走了它，并且把它挂到了自己的卧室，日夜欣赏。但是仅仅2周之后，意外就发生了。女老板仿佛苍老了10岁，并且惊恐地表示：“快把这幅画给拿走吧。”自从把它带回家后，我总感觉杰列茨不相信，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女老板告诉他，就在他将画挂在卧室的当天晚上，就发生了一件让他恐慌的事情。那只好将这画退给了杰列茨。不久，第2位买家出现了，他是一位名叫加里宁的年轻银行家。同样，他也没能承受多久，就亲自把画送了回去。当时他脸色惨白，双目无神地一遍遍哀求杰列茨，甚至连退款都不要了，一心只想让画远离自己。这名青年表示，他可以闻到画中女郎的气息，并且随着雨水的气息越来越浓重，他感觉这画中的女郎在慢慢地靠近他。甚至有一次，加列宁发现墙上只剩下一块画布而没有女郎，当白天再看的时候，却发现那幅画又是完好无损的。种种的灵异事件让他神经紧张，他再也无法忍受了，只能对杰列茨哭诉道：“我梦见他了，他每晚都会出现，并且紧紧跟在我的身边。小姐，这幅画我挂不得也毁不得，我开始发疯了。这幅画让我害怕，请您收回这幅画吧，我也不要您退回购画款了。”随后，大家发现不仅仅是2位持有者，凡是在画展上面关注过
雨中女郎这幅画的人身体都出现了不良反应，比如幻听、幻想等，因此许多人认为这幅画是被诅咒的画，无人愿意再收购它。当然，也有人不相信这种谣言。不日，第3位买家上门了，这是一个胆大的男子，他表示要购买雨中女郎，并说不在意雨中女郎的坏名声。不过事实证明，这位男子还是没能驯服这可怕的女郎。他告诉杰列茨，起初我没注意到他有一双白眼睛，但后来我发现这双眼睛无处不在，我开始头痛，无缘无故的情绪激动，我没有办法了。就这样，雨中女郎第3次回到创作者手中。不幸的是，就连创作者杰列茨也未能从女郎的诅咒中幸免。他因为长时间观赏雨中女郎这幅画，逐渐产生了一系列的精神问题，甚至到了不得不住院治疗的地步。自此，雨中女郎在整个维尼察市名声大噪，杰列茨也被当时的人们认定为是一名女巫。眼看传言越来越广，为了避免造成更大的舆论漩涡，乌克兰警方的洛克警长接受了这个案件。经过技术鉴定，最后发现原来是画布被人下毒了，被人用一种致幻药剂浸泡过，所以才造成每位观赏者出现不同程度的幻觉。不过，对于这种说法，也有人不太相信，因为按照常理推测，和这画接触时间最久的是画家杰列茨，杰列茨发病的时间应该更早，受害的程度应该更强才对，而且就这么些致幻药，也无法引起了上千人的精神混乱的。不过也有人称，是因为作者运用夸张的绘画手法，突出了怪诞且诡异的风格，而强烈的明暗对比使画面富有视觉冲击，浓烈的色彩撞击容易引起情绪的焦躁不安，加上不少媒体给观者以心理暗示，使其站到一个特定的立场对号入座，干扰了观者的认知意识，才使得这么多人精神感到恐惧。说的直白点，是媒体对群众给予心理暗示的结果。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？欢迎大家踊跃交流。好了，本期到此结束，快关注我的账号，看更多有趣的民间传说。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